进攻要塞，诸多厕所军工单位出现，钉枪哥喜获加强，化身长臂钻头，泰坦集结，引领全体进攻，铅笔大军成为主力，继续向最终目的地靠近。Hey guys，P什么 here？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时钟宇宙32集发布了，这集讲述了联盟集结全体大军攻击一座厕所军事要塞的故事，其中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情节，例如本集终于再次使用了全程拍摄视角，展示了一次又一次的惊险逃生、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各种层出不穷的特种厕所等等等等。请大家跟我重新回顾剧集，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看前谨记，视频内容难保有疏于过度解读猜测，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在正式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开局就是回收此前的预告片段，拍者在殴打面前的监控人，这非常奇怪。拍者为什么要打他呢？很显然，从他这个抱头探坐的举动来看，明显是怯战了。这姿势基本与22集探坐的监控类似，表现十分消极，甚至将武器都丢在了一旁。在我们 Studio 有一个更多角色赋予人性的一面，在这种大场面的战斗中，他们除了能提供拍摄画面外，普通的监控人一般都是充当炮灰的角色，难以对战斗产生较大影响。比起一往无前的铅笔人，他们更是缺少自保的手段。那么这里表现出的怯战就能说通了。可以看到点度比的移动方式与龟壳钻头一样，都是翻滚前进，想念龟壳钻头的2个月15天。与此同时，铅笔大军也奔赴战场，除了点度比外，大钢笔和大铅笔也相继出现。在敲打监控人时，拍者指向了一个地方，朝这个方向看去像是一个蜂窝飞弹厕所，在下次看向时已经不见了，而是点度比。可能他已经完成了击破。不得不说，他的翻滚移动速度很快，大大提高了他体型大导致行动迟钝的机动性。拍者教训完了怯战的监控人，提起武器继续前进。前方的战场硝烟弥漫，黄沙漫天，看天色应该是黄昏，可能距离上集的时间线不久。从这些各式各样的军事作战单位、坦克、飞机以及后面的特种厕所来看，应该是厕所的某个军事要塞。很多单位几乎都是前面剧集没有见过的，看样子越发接近主基地了。拍者左方有个坦克，想必这些炮坑和火焰有着他的一份功劳。看样子拍者无法对这个单位施加有效伤害，没有对其输出，只能清理周遭的小厕所。前方是大钢笔和点度笔，与其他铅笔人一样，都在28集首次登场。大钢笔的能力目前展示出了凭空画画获取装备，大铅笔可以打地桩使出铅笔突刺，普通铅笔可以自我画画修复，点度笔手持加特林可以说话等等等等。这些能力只是部分，还有着其他的能力我就不一一说明了。点度笔不是铅笔的泰坦，在首发时上方有着明确的字幕标识，不清楚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是，谁家会有这么小的泰坦呢？拍者试图穿过点度笔裆部继续前进，被迎面的炮火掀飞，要不是这里出现了一辆坦克，我还以为他被踩扁了，但显然不是如此。这集的拍者命大程度远超你的想象。我们接着往下看，被掀翻的拍者被掀翻了，他试图捡起地上的武器，旁边一个穿皮鞋的老六踩中了他，是电锯厕所。在此情景下，拍者拾取了一块碎石发起反击，从而暂时打断了电锯厕所的处决动作，产生僵直。趁此空隙下，沙漏始终顺势按下 F 完成了乱披风，最终大铅笔抢人头成功。回收预告图，他们的配合显然是极好的，甚至愿意将后背交给彼此。可以看到沙漏始终锤击了一下大铅笔的锤子，大铅笔的锤子上产生了类似能量的东西，随着闪烁了几下后与锤子融合了。如预测一致，这集我们果然看到了沙漏始终的能力。这个能力我猜测可能是强化武器，赋予了一个什么 buff 之类的增幅，具体的表现效果我们可以在剧集后面看到。沙漏始终表示还 OK， 但拍者非常不 OK， 他看到了不得了的一幕。注意看，天空上一架直升机被击中，随后死亡螺旋般翻转失衡，即将砸向拍者这个位置。在这危险时刻，点度笔出手了，他抱住了即将坠落的飞机。可以看到点度笔在出现时由下至上而出，应该与之前一样翻滚赶路，而不是泰坦钻头般的新兴步伐。硬扛飞机的冲击力使其倒退了数米，并将飞机甩在了地上。点度笔身为能说话的单位，在这样的情形下居然没说台词，看样子劳心费神奔赴战场各处使他无话可说。拍者刚又撑过一轮危险，下轮危险又来了，只见他似乎被什么东西包裹夹住了，前方还有着数不清的敌人，显然不会在此结束。拍者很快就被拖拽到了空中，被举高高到了飞机的下面，原来是下方的坦克作祟。看样子厕所已经完成了非厕所的改造，现在基本可以称呼他们坦克人、飞机人什么的了。所以之前我说这里是厕所的军事要塞，因为这些单位看起来就很军队。厕所的野心并不小，他们可能不再像小打小闹了，开始秘密组织成体系高规模的高战单位，从而对联盟打击。但运气不太好，还没正式进攻就被反进攻了。坦克将拍者在空中愚弄几番后，将其
起抛了出去。注意看，拍摄者在空中看向下风时，这里明显有着一堆的大音响，包括树上挂着的，这很奇怪，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多的音响呢？难不成之前音响人进攻过，或者说厕所进攻过音响人，这些成为了他们的战利品？这很难猜测。回想起来，确实有一点，按理说音响人的数量并不低，之前剧集综合来看，音响人不应该这么少，难道这就是之前剧集表现出音响数量少的原因吗？看样子在故事的背后还发生了许多我们无法看到的事情，或许这可能就是泰坦音响升级时表现出场景长时间缺少人打扫的原因，但这仅是我的猜测，或许存在这样的可能。目前除了精英音响2个，其他普通音响人的镜头就跟消失了一样，可能之间存在关联。拍摄者手腕上还有个什么仪器，但实在看不清，可能与之前相机人手腕上的类似，具体的还得看他是否使用。随后拍摄者被抛了出去，但他是真命大，别的监控都嘎了，他就跟没事人一样。特种兵靠了过来，使出3板斧攻击，但被拍摄者悉数躲避，见斧法有待提高，无法命中。特种兵单手将拍摄者提起，注意看，拍摄者在被举起时顺手拉下了特种兵腰下的投掷武器拉环，这投掷武器看起来应该是烟雾弹的模型，还写着烟雾弹的字样。从后面表现的效果来看，明显不是烟雾弹，可能是 Drum Studio 疏忽了，这是一个细节错误。只见竖起中指的拍摄者向特种兵炫耀这枚璀璨的戒指，他惊了，很快爆炸开来，但拍摄者还是没嘎，想必特种兵嘎了，因为这投掷武器在他最脆弱的部位。接着坦克靠近，但拍摄者又在坑中躲过一劫。我愿称其为被幸运之神宠幸之人，这太幸运了。想想之前他已经该嘎多少回了，最命大的拍摄者没有之一，但他的幸运依然没有结束，旁边还有个特种兵，应该是先前3个中的左边一个。随着他2枪发出，难道子弹从拍摄者的机械躯体缝隙穿过去了？我不知道该称呼是拍摄者身手好躲过了，还是该说这特种兵的瞄边技术。总之就是他再次躲过一劫。拍摄者继续前进，随着一位变种厕所被扔出，那个男人他又来了。如果没看错，他应该是之前在26集中的独臂钻头。在此之前，他惯用左手，善使单枪被人铭记。自他首次登场以来，无不在表示他的不同。纵使他在失去左臂后依然没有退出战场，除了家中的喷气背包外，还改进了他的左臂，变成了长臂钻头武器，这很匪夷所思啊！但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现在的战斗能力，面对力气极大的变种厕所，竟然像丢垃圾一样丢了出去。又在面对比自身体型大的特种兵，也能实现轻松单吃。他现在已经不是躲在身后开黑枪的钻头人了，而是能独当一面的钻头人了。想必此刻他已经可以对标精英单位，战力上升了一大截。很快，危险又来了，坦克瞄准了他们，但长臂钻头行动十分的迅捷，抓起了拍摄者就飞了出去，再次躲过一劫。他们来到了一处相对来说高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到铅笔人正在攻击，下方还有其他坦克以及大规模的铅笔人，他们正在朝里面的高墙奔去。这里面似乎有着城墙修建，不像外面几乎完全露在外面，整的看起来倒像是个伐木场，收集资源用的。或许前方才是要塞本体，而这集的战斗只是发生在外围。除了铅笔大军外，点都比也过去了，其他单位也在相继靠近。注意看，这里大铅笔起跳猛砸地桩，随后不远处的瞭望塔便被击穿了。出现的铅笔如此高大，可能有2个原因：一是看大铅笔使用的力量越大，产生的效果越大，比如它起跳猛砸；二是先前杀了时钟强化了他的武器，2种皆有可能，可能第2种概率大些。如果不是的话，那杀了时钟的能力是啥，就又是个谜了。目前来看，很像是强化。接着，坦克依然还在穷追不舍，拍摄者又躲开了一发炮弹。就在他将被坦克碾压时，坦克起飞了，是泰坦监控，泰坦们到了。他使用了牵引枪将坦克吸了过去，随后丢在了荒郊野外。注意看，这个坦克也带有爪子，所以先前拍摄者被抓起举高高是坦克所为。泰坦监控到了，泰坦电视自然也到了。这次他没废话，直接开启分头行动，分离出了2个电石头，一个红屏一个激光，解决掉了2个坦克。随后电石头归位，但厕所秉承着不送完别想走的思路，从要塞里又拍出了诸多直升机，但显然是送完了，眨眼间就被全部飞笔清除。应该是泰坦时钟再次使用了时间之力，面对如此逆天的控制能力与控制飞笔，来再多恐怕也是送。目前泰坦时钟展示了精神控制飞笔、分心控制飞盘、时间暂停、时间回溯等能力，但这些并不是它的全部，它还有着没有展示的能力，在后续我们会看到。目前来说，泰坦时钟光凭一个时间暂停就已经是无法撼动的存在了，十分的超模。在厕所方没有找到应对的方法之前，只能让泰坦时钟忙碌起来，使其分身乏术。它的时间暂停并不是不限制使用，一天只能使用3次，所以厕所方可以靠骗来消耗次数，而回溯能力仅有泰坦时钟有。如果它出现了什么状况，就没有复活甲了。
三泰坦自30集离开后再次会合，泰坦电是伸出手，看样子想要握手，但三泰坦同时伸手，一时不知道该跟谁握手了，最终指来指去换成了击拳，而点对比和大铅笔在泰坦的映衬下就显得渺小了。接着全军继续往更深处靠近，注意看，这里应该是转场了，之前的大铅笔在左下角，而后拍摄者镜头向左看去，大铅笔却还是出现在了左边，这非常奇怪。但我们慢放后可以看到，拍摄者在左转时，天空的飞机突然消失，随即替换成夕阳下的天空，所以这里应该是转场了。可能转场后是清除了泰坦另外弄的场景，因此很多单位的位置都有了一些改变。毕竟同时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单位，想必卡顿无比。再加上泰坦建模更加细化，甚至精确到齿轮的旋转和各处灯光，渲染起来可以想象到的折磨。这样操作是能理解的。随即所有单位继续前进，一架架铅笔飞机映入眼帘。本集完，这集应该是个过渡集了，表示大军除了精英小队已全部集合，并向里面的要塞继续前进。描述也是如此，看样子接下来的剧情要细化了，而马上天也快黑了，可能这个夜晚会经历好几集。按照詹姆斯队队所说的最受期待剧集可能会怼到35集或40集，而下集也就是33集可能会有10分钟左右，将成为有史以来最长的剧集，这非常疯狂。他们会在下集填坑一些内容，比如铅笔的起源和剧集以前以及未来的一些解释。下集过后，故事线将会变得明朗，很难想象10分钟会描述多少东西，但在到来之前，我们只能期待了。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哦。我是 Peaceman，我们下个视频再见。